刚才这段路一边骑一边有闪电，对，太刺激了。你知道刺激到哪里吧？我身上都是金属酱，所以有很大的可能性，刚才那段路，如果说是它一个闪电下来的话，我们不需要烧烤了。今天晚上我就是烧烤了。我先来汇报我自己。明嘎热大兵，现在是一个浪荡江湖的失业中年人。写书写了很多年，赚到了一些钱，然后有很多人买我的书，但是也很多人不喜欢我。因为这世界就是这样的。因为我们藏语有一个谚语啊，干么家怎么干么动。哦呀，意思就是喜欢你的几百，不喜欢你的千万，就是这意思。对。这以前的话，我是一个牧民，然后我的生活很简单，然后最近我在想啊，我觉得我的这个人生是一个，有时候就刷到那种重生到另外一个时代。我出生在距离理塘县城90公里的一个村子，在我们村有2座神山一直守护着我们，一座已经非常有名，叫格聂，它守护着那些留在这片土地上的人；另一座叫喀麦隆，它保护着那些离开家乡走向远方的孩子。4年前，在我因为那个短视频走红之前，我和我的朋友们常常骑着藏地最常见的摩托车，送布什来的徒步者和游客进山。我在外工作的这些年，他们依然像过去那样生活着。你觉得我最没有变化的是多少？你这个人的心，对以前有。反正你活了也好，不活也好，一样，对我们的那种感觉啊。我们最常去玩的山里有个村子，现在已经没人住了。之前那里住了一只梅花鹿，如今也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。我们村子这4年变了很多，房子越修越多，大家也比以前忙得多。这里是我的家，这是我的妈妈囊基。我现在为了工作方便住在成都，家里有我妈帮忙照看。
越来越多的朋友来到家里找我，都是我妈生火煮酥油茶招待他们。这是我的马珍珠，也是由我妈在照顾。大兵，一个自称浪荡江湖的失业中年人。他说他过去写过书，现在生活很迷茫，想在路上重新认识自己。他正打算一路骑摩托车到欧洲去，说会路过礼堂，让我带他在甘孜同行一段。首长，喂，这是得嘞，这是在来彭松说。怎么说？你们到哪里去啊？哦，我是刚刚路过这里。啊，哎呀，你们家的牛好多啊！哈哈，一头牦牛1万多，二头牦牛2000万。这边就是丁真的家了。公康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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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家了，穿的是藏袍了。哦呀，是我爸。哦呀，哦，来，打扰你们了啊。好，没有。哎，好嘞。哦，多举起。我叫大兵。我住在那个云南大理，应该是2004年来过这儿。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是10来间房子，这出去一趟也很费劲。对，我几乎都在成都，偶尔会上来一次。对，因为有工作的时候就交通没有那么方便。那不经常见你爸爸妈妈？对，偶尔吧。3个轮子这个树，前面2个轮子，后边1个轮子，对，像拖拉机吧。我们那的话就几乎藏区都是那个摩托，对，因为那个摩托比较又便宜又实用，对，方便很多。因为今天骑摩托车爬上爬下的。我一直以为你只是骑马呢，摩托车也骑。都会，都会一点。一点。对。大兵说，他在我这么大的时候很迷茫，去了藏地旅行，结果阴差阳错以卖字为生，成了个野生作家。我生活在这里，对于我们来说只是平凡的日子，却是他心中的诗和远方。帅气，这才是在这长大的小孩。几岁开始骑马？差不多10几岁就开始自己骑了。自己去骑，然后就赛马呀。他们说你赛马的水平很高啊。还行。他们讲说是骑马骑慢了反而很难。对。骑得快的话就很简单。如果没有养过马的人的话，就说马的味道很臭。哎，不是。但养过马的人觉得很好闻。对啊，就是挺好闻。哎，格聂是哪一座呢？格聂是这座山，手势标准吗？标准。对，指山是这样。对，这是格聂山，然后就这是肖扎扎纳。对，这个叫赫格扎扎。这个是
那个咱龙街街，这是天津门龙。哦呀，对，我记得我20来年前过来的时候，本地的朋友跟我讲过，好像本地的话就是更喜欢的是那个另外一座山，不是跟你。哦，我们本地的话就开门了。看门楼，对对，是不是就是看门楼离家走得越远的孩子，他保佑的越厉害，对对对对，是吧？对，有这样的一个说法。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哦，山尖尖露出来了，挺好看的。好看。对，好看。那像我们路过的外乡人的话，外乡人他会保佑我们。也会保佑。夏天来了，一切仿佛还是和过去一样。我们合力搭起黑帐篷，和邻村的男人们在草甸上赛马。黑色的帐篷是我们会呼吸、会移动的家，没有谁是旁观者。每一匹帐篷布都是村里的人一针一线缝起来的，每一根绳索和枝竿都是人们用肩膀扛起来的。Hello， 先生，小心的来公堂上，过来过来，来吧，1、2、3。多了，有没有60？60有了吗？70了。哦。锅碗、木盆、酥油桶、铜壶、毛毯都是家家户户一起凑来的。这个帐篷就是我们彼此照看的方式。小时候住过。哦。有住在里面。对。但雨下的特别大的话，能行吗？可以，也可以的。对。要不要骑一下？我脚上不去。哎呀，3、2、1。OK， 要不然咱们商量一下吧。摩托车给你，马给我。啊？钥匙给我啊？马没有钥匙，马就是这个呀。你给我了之后，万一他回头不听我的话呢？缰绳啊，马鞍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摩托车给你可以过户，马给我怎么过户？马不用过户啊，马没有护照。你直接骑过去就行。哦呀，好呀，叫老大。就 OK， 以后跟着老大混啊。就。搭好帐篷后，我们要和邻村的男人一起赛马。打过。想过在我45多岁的时候，我终于认识到一个真正的康巴，我终于触碰到了康巴。在草原上赛马不是一次定输赢的比赛，而是以便跑，不停地回到终点重来。无论你是最后1名还是第1名，都要反反复复地跑。在和时间的赛跑中，没有输赢。所以在每个瞬间，我们都要像胜利者一样出场。答对。太帅了！我不走，我睡觉都穿着呢。我就这一身衣服，我要一直骑到欧洲的。终点永远是家。马在草地上打滚，人进帐篷休息。人、马、
和草地都认同，这才是正确的赛马方式。大哥，看来能打败他的只有你了。对，你只有你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神山注视着我们，云散开了，天晴了起来。抓紧过来见一下将来的冠军。来，将来的冠军，将来的冠军，将来的冠军。爸爸给一点。离开礼堂前，我带着大兵老师去了礼堂81赛马场。现在生活越来越好，许多家乡人选择住在城市里，离草原越来越远。Garden, Nantan, Yerjin, Yerjo, Tanda。于是，这里的赛马骑士们开始教小朋友重回马背，他们将来会骑马，能比我跑得更远。黑帐篷里飘来我熟悉的牦牛肉汤香味。我们吃啊吃，直到再也吃不下为止。他一直到13岁半，快14岁了，他第一次吃上牛肉。在那之前都不知道牛肉什么味道。到海边嘛，没有牛。80年代也穷嘛，没有牛肉吃。第一次吃牛肉，13岁不到14岁。我说我的天，这什么东西为什么会这么好吃？好吃吗？好吃，香得很。在牧区，食物靠晒，靠风干，靠雪，靠人们相互分享得以保存。懂事的很，青稞、酥油、牦牛肉都是简单的食物，却是草原生活的人们共同拥有的记忆。在我又要重新出发前，我们分享着这样的食物。孩子们长大后，离家再远，也不会忘记家乡的味道。被称为天空之城的礼堂，是许多远行者和冒险家心中的远方。很多人来到这里，把他们的生活痕迹留在这儿，又把这里的故事传递出去。我是通过丁真，然后才知道咱们礼堂这个天空之城。好，又来了一个骑士啊！我也是通过那个丁真来了解到我们这个礼堂城市，然后这对我来说也算是一次，离自己的家很远的一次旅行吧。拜拜，拜拜哦。而这里是我的家乡。真正的白切的时候，我的爹白切的7、8、9，这个我都下头，你前面给那大背下头的时候的，那个8、9啊，看年纪他妈这60。
我的家乡有2座山，一座神山保佑远行的人，一座神山保佑留下来的人。我的旅途又要开始了。那这2年咱们骑摩托车啊，挺难得能碰见一个节奏非常一样的朋友。对，以后经常来我家乡。经常来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完全明白，对于我看到2给我2匹马意味着什么，完全明白。Tinji hiso leka yore. Ne tinji tasen woi. Tinji gaga tutu reuga. leka yore. Ne tinji tasen woi. Tinji gaga tutu reuga. 他守护着那些留在这片土地上的人，他保护着那些离开家乡走向远方的孩子。来，交那个过去，爸妈给你。